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古言茶话。那过去几周呢 ，AI 公用事业回吐成为了市场上最刺耳的词汇之一。情绪像突然被戳破的气球一样，从兴奋、乐观迅速衰变成了恐慌和怀疑。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地拆解一下，你会发现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崩盘这么的简单，而是市场第一次真正面对 AI 基础设施是整个科技革命里杠杆最高、资本最密集的一个环节。那这一点呢，其实从 AI 周期一开始我就反复提醒，算力需求是指数级的，但是建设基础设施的现金流永远不是指数级的。资本密集，回收期长，融资成本敏感，这是一个极度脆弱但是又必须持续扩张的商业模式。而现在所有隐藏在水面下的问题被集体给推到了这个聚光灯下面，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。那为什么这波 AI 基建恐慌来得如此剧烈呢？关键点是在于市场突然就意识到，为了满足爆炸性增长的算力需求，基础设施层在提前使用未来10年的钱。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Applied Digital 是 APLD， 股东权益呢仅6.34亿美元，但是却发行了24亿美金，年化10%的高息债券，每年光利息就要付2.75亿美元。这不是正常的扩建，这叫做把未来的现金流全部提前抵押出去压住，客户必须一直偿付，利率必须下跌。但是如果客户本身也是负债累累的呢？那这就是现在市场上最担心的一个点。同1美元的算力需求被融资了2次，一次在开发商的资产负债表上，一次在租用算力的云客户的资产负债表上。而作为 APLD 最大的客户，这个 CoreWeave15年租约规模呢是110亿美金，占 APLD 合同约3%，就是2%差不多。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 ，CDS 飙升到600 bps， 市场隐含违约概率5年期呢差不多是40%，这就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结构。开发商的现金流完全被租户绑死了，而租户自身也在开高杠杆扩张，于是市场呢就开始担心了呀。如果这个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会不会形成信用传导、利差放大、融资成本飙升的这个恶性循环呢？而这一次的恐慌就是市场提前预演了这个风险。为什么说 AI 基建的结构性脆弱早就被埋下了呢？那你一定要看懂 AI 产业链里2个层级的本质差异。首先第一个，超大规模云厂商，比如说 Amazon 和 Google， 为什么稳呢？因为他们是自我承销、自我融资的模式，天然拥有多元线业务带来的巨大现金流、充裕的长期电力合同、高信用评级、低融资资本，还有强大的这个资产负债表。内部需求支撑自身的扩张，简单来说，他们的钱就能够烧得起。那第二个，基础设施开发商为什么危险呢？因为他们是这个周期里负债最高、利润最薄、对利率最敏感的环节，要提前负债修电力、土地、网络和建筑，现金流高度依赖少数客户，客户本身可能也在靠融资购买 GPU， 利率上升会瞬间侵蚀利润，回期周期非常的长。那如果你把 AI 基建比喻成数字时代新电厂，那么这些开发商呢，就像19世纪铁路时代的私人路段承包商，资产重、周期长、杠杆高，但是呢，没有风险抗能力。从2024年9月到11月，AI 数据中心开发商整体发债规模达到了约750亿美金，相当于全美国每年的投资评级发行量的 5%，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说明呢，为了抢先建 AI 的基础设施，全行业集体用未来10年的债务在换取未来1年的这个算力供应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央行警告说，如果能源供给成为了瓶颈， AI 数据中心的信用质量会急速的恶化。这是对整个行业最不愿意面对，却是非常最真实的一个风险。那为什么 Sam Altman 的1.4万亿美元计划成为了压垮市场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呢？原因也非常简单，这是市场第一次意识到 AI 的扩张速度已经不再是商业问题，而是国家级经济问题。因为要交付30 GW 的算力，其能源消耗相当于一个发达国家级的电力规模。那这里的每一个都有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风险链在。微软的风险敞口与 OpenAI 是深度绑定的，
甲骨文的收入预测依赖 OpenAI 的 GPU 消耗，英伟达的供货计划建立在同一批订单管线之上， CoreWeave 的资产负债表也在撬动同一批合同。那如果 AI 出了问题会怎么样呢？那这个 Azure 的利润会受影响，甲骨文数据中心承诺无法兑现，英伟达的 GPU 供应链计划会重新的定价， CoreWeave 的信用风险可能会迅速升高，整个 AI 经济链条都会被震动。这个规模让市场第一次正视的一个问题，这不是一个公司失败的问题，而是整个资本结构可能重新定价的一个问题。AI 交易的第二个阶段，从梦想交易走向资产负债表交易。过去2年呢 ，AI 股是一场由信念驱动的交易，算力缺口永远不够用， GPU 永远卖不够， AI 需求会指数级爆发，一切都是早期。但是呢，奥特曼的计划让市场意识到算力扩张受到约束，能源、土地、水、变电供应链、融资成本、建设速度，甚至是社会阻力。当这些约束被摆到台面上，那市场自然就开始问，这些项目的 WACC 是否已经高到不可以持续呢？那 WACC 呢，代表着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， 中文的意思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，这是企业财务里非常核心的一个标志。那尤其呢，是你现在在讲 AI 基建、借贷成本、利率敏感度这些主题的时候呢， WACC 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。那能否赚回资本成本？未来模型计算会不会转移到更便宜的边缘设备呢？需求是否会在资本回本前趋平？数据中心是否存在区域性过剩？利差过大是否会形成行业传染？那这就是现在市场正在经历的现实阶段。为什么我认为这不是终结而是成熟呢？因为所有真正大的科技周期其实都经历过第一阶段梦想驱动，抽象宏大风光无限， AI 会改变世界。第二阶段呢，现实检验，质量分层，融资成本成为了核心变量，优质公司反而被低估。第三阶段，整合与巩固，弱者被并入，强者扩大护城河，行业进入长期的稳态增长。那现在我们正处于从第一阶段走向第二阶段的这个拐点，而最大的讽刺是，公众尚未接受 AI， 但是资本却已经开始担心 AI 会不会太贵了。这不是泡沫顶，而是泡沫前期的一个怀疑期。真正的泡沫会出现在人们不再害怕 AI， 所有人都相信 AI 是未来，散户、基金、养老金疯狂入场，市场率提升，不问盈利，错过 AI 就是错过世界，成为一个共识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还完全没有到这个阶段。そうですね。那谁会成为下一条 AI S 曲线的真正赢家呢？很简单啊，有电力的，有真实现金流的，客户多元化的，融资成本可控的，有能力低价收购同行资产的，能撑过2090到2030这批大规模债务到期的。比如说 NBIS、CIFR、IREN，这些公司的结构呢更加的稳健，有真实电力合约，现金流可信度高，租户信用更分散，短期增长呢会被利率拖慢，但是他们在行业中的战略价值反而会提升。最终行业会走向整合，有点像云计算从百云大战走向 FAAMG 寡头一样。这些公司虽然短期会受利率重新影响定价，但是长期他们将会在行业洗牌中占据更高的一个地位。这轮震荡啊，并非意味着 AI 基建故事结束，而是从只讲梦想进入必须证明回报的阶段，从凭想象交易进入按现金流交易的阶段，从人人扩张到强者整合的阶段。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啊，这不是离场的信号，而是换挡的信号。未来的赢家会在现在的混乱里慢慢浮出水面。那这就是我为什么仍然看好一些公司的原因。AI 基建不是崩盘，而是在成熟。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各位喜欢的话，评论留言看看你的想法，也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